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导航应该是指引人前往目的地的工具，但如果它带你去的地方并不是你原本想去的呢？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，我们已经习惯依赖导航，就算是再熟悉的路，也总会打开导航，确认最短的距离，最顺畅的路线。然而，当你听从导航的指引时，是否曾怀疑过，它真的在带你去正确的地方吗？有些路，你一旦进去，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。有些声音，并不只是电子合成的语音，而是来自某个不该存在的地方。有些求救讯号，或许并非来自活着的人。这三则发生在不同人身上的故事，将让你重新审视，你所信赖的导航究竟会带你去哪里。那天晚上，我加班到很晚，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停车场。时间已经过了午夜，整栋办公大楼只剩下零星几盏安全灯闪烁着微弱的光。我打了个呵欠，发动车辆，然后打开导航，输入回家的地址。距离目的地23公里，预计到达时间35分钟。熟悉的男声响起，我对这条回家的路早已驾轻就熟，但还是习惯让导航开着，就当作背景音，让自己保持清醒。一路驶过熟悉的街道，当我即将转上高速公路时，导航却突然改变了指示，请在前方100公尺处右转。我愣了一下，这条路线和我平时走的不太一样，但有时候导航系统会根据即时路况推荐更快的路线，我莫多想，便照着指示转了进去。车辆驶入一条偏僻的小巷，道路狭窄，两旁是陈旧的民宅，昏黄的路灯闪烁着，像是快要熄灭。我皱起眉头，心里开始有些不安。这条巷子虽然狭窄，但仍然可以通往另一条主要干道，也许真的是捷径。距离目的地17公里，我继续前行，然而巷道却越来越暗，建筑物变得破旧，窗户像是多年没有住人，满是灰尘与蜘蛛网。某些窗户甚至还破了个大洞，黑暗的内部像是一双双窥视的眼睛。我吞了口唾沫，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方向盘。正当我犹豫是否应该掉头时，导航再次发出指令，请在前方左转。我抬起头，看到左侧是一条未铺柏油的泥土路。这条路根本不像是正规道路，坑坑洼洼的，两旁都是杂草丛生的荒地。我下意识踩下刹车，心中警铃大作。不对劲，我低声喃喃。就在这时，后视镜里闪过一个模糊的身影。我猛地转头，却什么都没看到。空荡荡的街道，静得出奇，连夜风吹过树梢的声音都显得诡异。我的背脊发凉，赶紧转回头，打算倒车离开这条怪异的路线。但就在这时，导航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的语调似乎有些不一样。请左转，请左转。声音开始断断续续，带着沙沙的电流杂音，仿佛是有人在模仿导航的语音，但却模仿得不太自然。我心跳加快，顾不得多想，一脚踩下油门，决定强行离开这条诡异的小巷。可当车子冲到十字路口时，我却愣住了。原本应该连接主要干道的出口，现在竟然变成了一道高耸的红砖墙。什么鬼？我急忙打开手机的地图应用，想确认自己到底在哪里，但荧幕却显示无法定位，甚至连讯号格都没有。我握紧手机，心脏狂跳。这条路根本不在地图上。导航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的语调变得低沉，带着一丝诡异的笑意。左转后直行5公里。我喘着气，觉得车内的空气变得异常沉闷。我紧盯着后视镜，这一次我确定
自己没有看错。镜子里那道模糊的影子又出现了，他站在不远处的路灯下，一动不动，身形瘦长，全身被黑雾笼罩，完全看不清五官。但即便如此，我却能感觉到他正直直地盯着我。导航还在持续重复，左转后直行5公里。我已经没有退路，唯一的选择就是照做。咬紧牙关，我转动方向盘，驶入那条诡异的泥土路。距离目的地9公里，四周雾气渐浓，路灯也没有了，只剩下车灯勉强照亮前方的道路。我死死盯着前方，双手紧握方向盘，不敢去看后视镜。距离目的地6公里，路面越来越颠簸，车子不时颠簸跳动，我生怕轮胎陷进泥泞里。但最让我不安的是，那个影子依然出现在后视镜里。无论我怎么挪开，它始终保持着相同的距离，像是故意跟着我，却又没有追上来。距离目的地3公里，雾气更浓了，我甚至开始看不清前方的道路。突然，车灯照到前方，一个男人站在路中央，穿着破旧的黑色西装，迷雾遮盖住整张脸。我惊慌失措地踩下刹车，车子停在距离他不到5公尺的地方。我心脏狂跳，双手颤抖着，额头冷汗直流。男人动也不动，就这样直直地站在那里。导航的声音忽然变了，掉头，掉头，语气急促，甚至带着一丝恐惧。这次，导航是在警告我。男人缓缓抬起头，嘴角裂开，一张惨白无血色的脸露了出来，双眼漆黑，如同无底深渊。他的嘴角越裂越开，最后竟然撕裂到了耳根，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尖牙。他忽然发出诡异的笑声，身体像是被无形的力量拉扯着，诡异地向我逼近。我猛打方向盘，疯狂踩下油门，车子几乎失控地调转方向，往回狂飙。导航的声音依然急促，快离开，快离开。透过后视镜，我看到那个男人张开双臂，嘴巴裂开到不可思议的程度，像是想要吞噬整辆车。我死命踩油门，车速飙到极限，终于驶出了泥土路，重新回到了城市街道。雾气瞬间散去，后视镜里那个影子消失了。导航最后一次开口：“你逃出来了。”然后它自动关闭了。那天之后，我再也不敢让导航带我走捷径。有些路，它能指引你进去，却没有打算让你离开。我是个计程车司机，习惯使用导航来寻找最快的路线。有时候，我甚至觉得导航就像是一个无声的搭档，陪着我度过那些漫长的夜晚。那天晚上，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正准备回家时，导航却突然自己启动了。荧幕亮起，一个陌生的地址跳了出来，语音冷冷的播报：前往 XXX 山区，距离12公里。我皱起眉头，这个地方我从没有载过客人去，甚至连听都没听过。我叹了口气，心想可能是系统出错，便伸手准备关闭导航。然而，荧幕忽然闪了一下，接着出现了一行红色的字：求救。我的手僵在半空中，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。这绝对不是正常的导航提示，这行字就像是有人亲手输入的，而不是系统自动生成的。更诡异的是，荧幕下方竟然还有一个倒数计时，0点14分23秒。时间正在倒数，一秒一秒的减少，仿佛是给我的期限。我吞了吞口水，心脏跳得飞快，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：如果这真的是求救讯号呢？作为司机，这些年我听过不少都市传说，关于失踪人口，关于诡异的轿车讯号，但这是我第一次亲身遇到这种事。
我该去吗？我望向外面的街道，夜色漆黑如墨，四周寂静的诡异。这个城市每晚都灯火通明，却无法照亮那些藏在阴影里的秘密。导航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请沿主干道直行。语气冷淡，仿佛只是普通的系统播报。但这一次我却听出了一丝异样，那语气中竟带着一丝急迫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咬牙发动车辆，朝着导航指引的方向驶去。路越来越荒凉，灯光逐渐稀少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黑暗。我开到郊区时，已经没有其他车辆，只有车灯勉强照亮前方。前方500公尺后右转，我顺着指示转入一条小路，这条路连在地图上都没有标示，两旁是高耸的树林，浓密的树叶几乎遮住了夜空。冷风穿过树梢，发出刷刷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悄悄逼近。距离目的地3公里。这时我开始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，砰砰砰，节奏缓慢而沉闷，像是什么人在敲击某个木质物体。声音从远处传来，隐隐约约，却足以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。我屏住呼吸，告诉自己这只是错觉。但当车子继续前行时，那声音竟然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，最后它开始从车内传来，砰砰砰。那声音来自后车厢。我的胃猛地一缩，头皮发麻。我强迫自己不要回头，双手紧握方向盘，脚下的油门踩得更深。距离目的地1公里。终于，我看到前方出现了一栋破旧的小屋，导航的声音再度响起，目的地已抵达。我紧张地四处张望，这栋小屋已经荒废多年，屋顶塌了一半，墙上满是爬藤，窗户破碎的像是一张张诡异的大嘴。砰砰砰，敲击声还在继续，这一次它明显来自小屋的地下室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下车。当脚踩上杂草丛生的地面时，我的心跳快得几乎要炸裂。手电筒的光束划破黑暗，我往屋内走去，脚步声在寂静的空间里显得异常清晰。当我走进屋内时，敲击声变得更加急促，好像是有人知道我来了，在拼命求救。我的目光扫过屋内，最终停在了一块被钉死的木板上。我屏住呼吸，蹲下身，颤抖着伸出手去触碰。就在这时，导航的声音忽然变得刺耳，快救他！快救他！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手一抖，却也没有时间多想，迅速用力拆开木板。里面是一个女孩，她缩在狭窄的地下密室里，双眼睁大，脸色苍白，身上满是伤痕。当她看到我时，嘴唇颤抖着，挤出一丝微弱的声音：“救救我！”我赶紧把她抱出来，她瘦的没有什么重量，全身冷得像冰。她的手紧紧抓住我的袖子，声音颤抖：“那个人，他回来了。”我猛地转头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。但就在此刻，导航的荧幕忽然闪烁起来，一行新的文字跳了出来：“快走，他来了！”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，几乎是本能地拉起女孩，疯狂冲回车上。发动车子的一瞬间，我透过后视镜，看见小屋的门缓缓地开了一条缝，有一只手从门缝里伸了出来，指甲又长又黑，皮肤干枯的像是死尸。砰！我一脚踩下油门，车子猛然冲了出去，直奔回城的方向。一路上，我不敢停下，直到我们驶入市区，女孩才开始低声抽泣。她颤抖着告诉我，她是几个月前失踪的受害者，被一个变态囚禁在那栋小屋里，几乎没有机会活着逃出来。可是，
他没有报警，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下落。那么，这个导航讯号又是谁发出的？我不敢深想。更诡异的是，警方调查后发现，那条导航提供的地址根本没有在任何地图资料库中。那么，那晚到底是谁在引导我去救他？导航究竟是不是人在操控？距离目的地10公里，预计到达时间15分钟。那天我开车回家的路上，导航像往常一样指引我前行。我已经走过这条路无数次，几乎可以闭着眼开回家，但习惯性的我还是让导航开着，当做一种背景音，让自己在夜晚的驾驶途中不至于太过孤单。但不知为何，今天导航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对劲。左转进入某某路，我照做了。车辆驶入一条昏暗的小巷，这是一条我平时少走的路，但的确是条捷径。我没想太多，继续前行。可开了一会儿，我忽然发现路上空无一人，甚至连一盏路灯都没有，只有车灯勉强照亮前方的道路，两旁是老旧的建筑，窗户大多破碎，黑漆漆的，像是巨大的眼窟窿，静静地凝视着我。距离目的地8公里，我皱起眉。这条路虽然偏僻，但从前开过，记得沿途应该还是有些店家的，可今晚却完全看不到灯火，四周寂静的诡异，甚至连风声都没有。心里泛起一丝不安，我瞥了一眼导航的荧幕，却发现它不知何时开始闪烁起来。前方直行。导航的声音突然变得模糊，夹杂着一丝奇怪的电流杂音，仿佛讯号出了问题。该死的，怎么回事？我低声咒骂了一句，伸手想关掉导航，却发现触控荧幕完全没有反应。就在这时，导航的声音又响起了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我猛地一震，瞳孔骤缩。导航居然在跟我对话，什么鬼？我低声呢喃，感觉脊背瞬间凉透，握紧了方向盘。导航的声音继续响起，语气听起来竟然带着一丝熟悉。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我浑身的鸡皮疙瘩瞬间窜起，猛然回头看向后座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我心里却升起一种强烈的直觉，我知道这个声音。这时，导航的荧幕闪烁得更加剧烈，突然显示出一张模糊的照片。照片里是一个女人的侧脸，她的头发微微飘起，像是在风中摆动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。我的呼吸骤然停止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。这是我的前女友，而她早在5年前的一场车祸中丧生了。这不可能，我喃喃自语，手心开始渗出冷汗。导航的声音变得诡异，仿佛是他在低声呢喃。你忘了吗？那天晚上你开车载着我，我们聊了很多，然后我们就出车祸了。我的手猛地一抖，车子险些失控。不是我的错，我喘着气，紧咬牙关，努力让自己冷静。你当时答应过要带我回家。导航的语音越来越低沉，带着一丝悲伤与愤怒。我死命盯着前方，不敢再去看那诡异的荧幕。但就在这时，后视镜里突然映出了一张苍白的脸。他坐在后座，双眼无神地盯着我，嘴唇微微颤抖。你还欠我一次回家的路。他的声音清清楚楚地响在我耳边。我猛地踩下刹车，车子剧烈地晃动，停在路中央。我颤抖着回过头，后座空无一人。心跳快得几乎要爆炸，我喘着气，紧紧抓住方向盘，指节泛白。这是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就在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时，导航再次响起，前方500公尺，目的地即将抵达。
荧幕上突然显示了一个地址，那正是5年前我们发生车祸的地方。我的脑袋轰的一声，呼吸都快停滞了。这不可能，我明明输入的是回家的地址，导航怎么会把我带到？车窗外一阵冷风吹进来，我发现四周的景象已经变得陌生，周围没有街灯，没有行人，没有其他车辆，只有无尽的黑暗与荒凉的道路，像是一条被遗忘的死亡之路。我意识到我可能回不去了。前方200公尺已抵达。导航的声音变得异常诡异，带着一丝笑意。我拼命摇头，疯狂踩油门，想要冲离这条诡异的道路。但无论我怎么开，路的尽头还是那个地方。我终于崩溃了，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有想害你。”导航荧幕闪烁，女人的声音悠悠传来：“那么，这次换你陪我了。”刹那间，车灯熄灭，世界陷入绝对的黑暗。最后，我听见一阵刺耳的刹车声，砰！然后，世界归于寂静。几天后，一名路过的司机报警，说在一条已经荒废多年的旧路上，发现了一辆失控坠落悬崖的车。警方赶到现场，发现车辆严重损毁，车内空无一人，但驾驶座上却残留着一部仍然开启的导航。荧幕显示，目的地已抵达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